Hello，欢迎来到我的频道神圣时间轴，我是瑞安。很快就来到我们的12月了，就是在12月的时候，我们会遇到2次新月。那这2次新月好像在预告着我们说，可以为明年好好的去许下对未来的希望，好好计划2025年所要达成的目标和行动哦。今天的占卜主题呢是来占卜我们12月的运势哦。会迎来什么样子美好的事情、美好的好消息？那会迎接什么样子的好事情呢？眼前有3副牌组，从左至右是我们的第一副、第二副、第三副。那如果选好的话呢，就可以开始我们的解牌环节喽。Hello，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是这张宝剑一哦。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在12月即将会收获到什么样子的好运、好消息呢？那12月的运势会是如何哦？我们第一张是我们黑桃2，第二张是我们的红心 Q， 第三张是我们的黑桃3，第四张是我们的方块6，第五张是我们的梅花9。好，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在12月的时候，其实事情还是有条不紊的、按部就班的进行着哦。但是呢，你在这个月份会比较常常用过于谨慎的想法来去看待现在的生活。对，那里面是有一些讯息的。在于说，我们的黑桃2跟我们的红心 Q 哦，他们2张是有一种蛮对比的呈现，就是想告诉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其实是可以很迎向新的思维，然后迎向新的能量的。你们生活之中有非常多崭新的能量等着你们发现哦。那由于你们谨慎还有保守的个性，会觉得说必须要去从事情当下来去看它需要去学习的部分，或者是有什么地方是你要在调整、在进步的，所以会有时候会太苛责到自己。那12月份的时候，其实是很多新的消息会让你会心一笑的消息会出现哦，然后会让你感觉到哦，就是一种可以推动你生命的力量会来临。只是呢，你们的能量有时候会太过沉重，来自于说我们也有黑桃三的这个能量哦。黑桃三的这个能量就是有时候没办法放下过去的一些失去，没办法放下过去的一些责任，你可能会还残留着过往的一些能量在你们生活周围，有时候还是会回顾那些事情。那我也明白为什么第一副牌组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一方面是习惯，习惯就是要这样子去思考，这样子对未来生活，你们会觉得这样子是比较有帮助的，比较谨慎的往前走。但是呢，告诉第一副牌组的朋友，想告诉你们说，其实你们是真的很会想的，你比其他人都来得会想、会思考，所以其实不用再过多的苛责自己哦。说实在的，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你们的想法其实都是有条不紊的经营着，一直在进行着。那不用再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然后觉得说自己做的不够好哦。那12月啊，会是一个要让你们去学习到迎接崭新的能量的一个月份哦。那这个月份呢，你们要尽量出入那种让你们能欢笑的场合，包含你们可能真的有一些社交，然后让自己真的感觉到开心，感觉到快乐。那一方面还有一个提点是说，第一副牌组可以再跟
更多新的资讯有交流，那包含是跟年轻人交流啊，或者是主动去学习新的一些资讯，你可能本身不大会的，然后去跟这个世界接轨哦，这对你未来会很有帮助。那因为其实你们是相对谨慎的，所以你们已经有赢过其他人的一些本质在了，就是那个能力是很好的，因为你们是会思考，然后充满智慧的人哦，所以在能看到你们本身的优势是非常厉害的哦，就是可以守住自身的优势。那在12月，因为即将要迈入我们2025年，你们可以再让自己流通一些新的能量，包含如何让自己可以汰旧换新，洗刷掉自己可能之前觉得过于沉重的这种思维或想法，让自己不断的更新哦。这是牌卡上面要给到第一副牌组的讯息哦。所以第一张你们选择才会是宝剑一哦。宝剑一的这个状态就是有新的思维，然后勇于创新，勇于去挑战自己可能之前没有思考过的一些思想，因为宝剑象征思想嘛。那这个思想呢，它无论如何都会为你带来一种成功，然后让你脱胎换骨的一种能量哦。所以这真的也是象征我们第一副牌组拥有脱胎换骨的能量。那也就是所以在这边提点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多去参与可能很新的思维，然后去浏览一些新的资讯的时候，也不要去排斥可能新的技术啊，或者是新的一些资讯啊，或者是可以多去参观一些展览，让你跟这个新知识保持流动的。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哦。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12月的运势是如何呢？即将会迎来什么样子的好运、好消息？好，我们的宝剑五、钱币一、力量牌、钱币五、宝剑三。好，在12月的时候啊，有部分朋友可能，好，我看一下哦。好，在12月的时候，有部分朋友要特别在注意，就是跟朋友之间的讯息哦。如果是有朋友需要跟你借钱的话，你可能要再谨慎的去思考，或者是有关投资的讯息。对，那不要牌卡在这边是有做这样子的提点的，就是要小心自己手中的资金。对，那或许这已经是过去式。如果是未来的事情的话，那第一副牌主要在特别注意手中的资金要如何运用。在12月的时候，手中的资金会是一个关键，那你们要好好的去运用到这个有关你来临的资讯是否是真实的。那有些朋友可能会，就是你收获到一些讯息，要妥善的去聆听，然后去辨别它们。那里面的好运呢，其实是你可以去避免这件事情发生，就是有可能不实的资讯，然后让你的钱财流失的这一块。那部分朋友是过去式的这种状态，可能过往有不实的资讯，然后让你在财务上面辛苦了一段时间。那在12月的时候啊，很多的机会会开始来临。那里面也是要提点你们，是说，因为过往有发生一些被欺骗嘛，就是有诈骗的这种状态，你们变得太过保守，可能
要注意12月其实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在你们生活周围，所以要抬头去看看那个机会哦。如果是过往已经曾经有过什么不好的一个事件发生的话，他牌组在这边是要鼓励你，其实不会再让你受伤了。对，然后因为你的纤细或者是你的脆弱，导致你可能没办法去注意到有这些新的机会，但其实宇宙在这边是要告诉你这些事情即将要过去哦。那你要去一样也是要去辨别这个机会是不是真实的。那他鼓励你可以去看到这些机会，然后再去做多一点的功课，用自己理智、充满智慧的直觉去决定说你即将到来这机会要不要去实行哦。这的确会是一个抉择的时刻，但是你们其实已经能辨别了，你们是拥有智慧的人，所以这一次啊，12月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投资，那你们需要多一点直觉去察觉这个投资是不是要去执行的。那这个投资执行的话，你可能会知道说它会让你就是这个资金会卡在那里比较久，你在那一段时间可能就没办法再运用这个资金了，那你们就是要再衡量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副牌卡给予的讯息哦。我们12月的运势，第一副牌组12月的运势如何呢？那有什么好消息会来临？要注意什么呢？好，宝剑4、权杖骑士、宝剑8，12月的运势。12月有什么好消息呢？好，权杖1。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在12月的好消息哦和运势是说，你们会从之前卡住的一个关卡，渐渐的离开了。那有感觉到，就是周围的人会帮助你离开那个状态。那之前可能有感觉到第一副牌组有沉寂一段时间哦，就是可能遭受某些打击。那周围其实是有贵人带着你离开，甚至为你发声的。你会在感觉到这个月份可以例如说之前被误会，然后有人帮你揭开这个真相。其实你也可能已经事情过一段时间，你也没有那么在意，所以这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这种状态。在12月的时候，其实有些事情、有些真相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你之前如果被诬赖、被诬陷的这种状态，就会有人为你发声，或者是原本的那个诬陷的人，他原形毕露，被发现了。对，所以其实你是渐渐整理好你的生活。你在这段时间可能整理了自己的思想，整理了自己的思维，渐渐也走出来了。那这个12月是充满行动力的12月，你不仅可以带着你原先的智慧以及现在的行动力，勇于的往前走哦。你们是充满很多能力和很多能量的人，可以带给这个世界非常多很新奇的感受。所以，在12月，你们逐渐会离开可能过往的一个很辛苦的这种架构哦。那你们也忍耐了很久，就是有感觉到原本好像陷入了一个泥沼里面，感觉自己好像都走不出来。但是在12月，你们会开始把这个能量慢慢代谢掉，去勇于看见自己之前欠缺的，然后把这种能量汰旧换新，重新更新这种
感受，因为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组有很新的能量一直在你们周围体现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有宝剑一、钱币一跟权杖一，很多新的能量其实是在灌溉你们的能量场的。对，所以周围的人或者是宇宙也有安排很多的灵魂家人，就是你的指导灵也在为你去筹备资源，去让你得以离开原本的这种状态。那我相信你们已经准备好，可以慢慢的离开原本的情境了，因为你们要明白，最辛苦的都在你们的身后了。那接下来就是你们是否能看到身边的机会，然后身边美好的事情，然后重新给自己一些信心，给世界一个信心，重新起身去迎接这个世界哦。那有一些心情、心态上面的转变，在12月也会给你们蛮大的一种能量感。那在12月会让你重新去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之前的这个事件，也或许是因为太多新的能量进入到你们的生活，所以你们的进步会有一种突然拔高的这种状态。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吃紧，或者是说感觉到这个能量太快速，感受到不舒服的这种层面。但是呢，里面有一个讯息是希望你们可以弹性的去看待生活的状态，然后弹性的去接受这些新的能量的洗礼。对，因为你们是相对保守的哦，一开始就有讲说你们其实是有智慧又相对保守的，你们要开始用新的眼光来去看待，哦，原来这件事情也可以这样做，原来我的这个想法也不见得全部都是对的，原来宇宙正在为我示范另外一种新的方式来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你可以用眼光来去看待很多事情。那里面还有一个讯息是说，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如果感觉到这个新的能量太快速的话，可以透过冥想让自己慢慢沉淀下来，你是安全的。这也是宇宙想要告诉你的讯息。你是安全的，你也可以行动了，你可以为你的生活添上新的色彩，很棒诶。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雷诺曼牌卡，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哦，我用雷诺曼牌卡来看第一副牌组的朋友，12月的运势如何呢？12月有什么好消息呢？对，钥匙、星星、云朵。12月有什么好消息呢？好，十字架、戒指。好，里面的讯息比较复杂一点。在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啊，其实就是说，刚才结合了这些讯息，的确印证了宇宙在给予你一些解答，或者是你的生活中，你逐渐会看见那种星星的指引啊，或者是说你内心的直觉的一个指引。那里面也有一些信仰层面的这种状态。原本你可能就是我能感觉到第一副牌组在曾经的事件当中，可能觉得有一度迷失了，然后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前进，然后是一种很混乱的想法，可能做怎样子都好，可是做怎样子都不好的这种状态哦。其实这个状态即将要脱离了，因为你们会去找到坚定自己内心的一个方式，你们会知道这件事情的解答应该是要这样子的，你们也会重新找到自己内心的信仰。这个信仰呢，并不是说我们是听取宗教的这种宗教的信仰，而是你们内心很坚定的一个理智会告诉你们，或者是说你们跟自己的高我，或者是跟自己的内在的声音更加的连接了。对，能感觉到只要是放在中间的牌都是
有一个忍耐意味，或者是它有点混乱的意味哦。从我们之前的宝剑八，还有我们的黑桃三，再加上我们的云朵这张牌哦，都放在中间，所以其实这个事情已经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常常会觉得说自己是一种很混乱的状态，可是12月你们会从这种混乱的状态逐渐脱离，因为周围的牌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牌哦。尤其你会在这种混乱的状态里面找到你的北极星，你能找到那一颗星星，指引你、照亮你往前进的一条路，而且生活会为你给到解答。你会找到如果你现在有遇到什么事情困扰，或者是曾经那件事情你就是怎样子想都想不透，或是过不去的这种状态，你会找到这种解答的钥匙哦。因为我们前宝剑八，这就是锁，这张牌它卡住了很多很多好像解不开的一种谜底哦，他好像找不到这个钥匙。现在你的钥匙就在这边了，所以也印证刚才所说的内容，你会去解答、解决了你生活中的这个难题哦。那里面呢，当然还包含你的一个想法，你要明白你状态是偏保守及传统的。那这样子保守传统的这种想法，会慢慢让你看清楚这个状态。这个保守的想法可能来自于说道德观啊，或者是说一些集体意识啊，女孩子的集体意识，说女生不能怎么样，女生可能呃外在的眼光觉得你应该要怎么样子的这种架构，会捆绑住你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的问题可能是攸关于道德观，或者是一个外在给予的架构，让你没办法离开的这种心情哦，就是你没办法让自己放下这种想法，来自于这个集体意识。可是牌卡在这边是要鼓励第一副牌组，你们是可以破除这些障碍的。那有这些价值观，我们也能接受啊，我们也能去明白啊。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说，不行，这别人因为别人觉得不行，所以我怎么能这样做？你们是有参与到可能在意到其他人眼光的。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因为我能感觉到第一副牌组你们是体贴，而且知道这个世界怎么样子运作的人，所以才没办法离开那种僵化的一个架构里面。但是未来2025年，它是一个新的能量，而且速度很快。希望第一副牌组可以尽快的去调整自己的这样子的能量感觉，让这个新的能量逐渐的去代谢掉可能集体意识的这种僵化的这种状态哦。你们是可以脱离的，在12月的时候，就像我说的，这个新的能量会冲刷掉，让你可以拨开你的云雾，去察觉到你往前走的这条路该怎么行进啊。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戒指，戒指就象征一个合作，或者是你重新跟新的社交你会找到自己一个新的圈子，然后你会找到合作的伙伴。那这也象征着说，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如果有情感的关系，如果是单身的朋友，会找到另外一半哦，就是你会在某些社交的场合，然后找到真的心灵契合，或者是说你们价值观相仿的一个对象哦，在12月是很有这样子的机会。那里面还掺杂一个讯息，要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也许在12月有蛮多冲突吧，你会去听到很多人杂七杂八的想法和念头。在这一副牌卡里面，要告诉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厘清这些念头是不是有助于你的。有时候不用全部的去抓取别人怎么想，你要去思考的是自己怎么去想，你要去切断或者是斩断
来知道说树立一些边界，知道说这是我的想法，不能左右我。OK 吗？有时候我们会无意间的成为一个角色，去直接去对应到他希望我怎么做，他希望我怎么回答，那都不是真实的你展现出来的样子。所以在12月，你会逐渐找到真实的自己会回答什么样子真实的话语哦。你会重新拿回自己的声音，然后去告诉所有人你想要怎么做。而不是别人希望你怎么做。那你的能量场可能在近期或者是这一年当中，你回顾了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发现你已经脱离了某些不适合你的人，不适合你的能量。所以你要相信哦，接下来的合作的人其实跟你都是算契合的，你们有相同的目标感，就是我们的星星嘛。甚至是为你解答的人，就是他不会跟你产生过多的内耗，你们是有相同信仰的人，所以，这一切的努力，真的是要很感谢到自己哦，你们是值得为自己感到骄傲的。这一路的过程，这一路的学习是好不容易的。好，那所以要鼓励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其实你们真的是相当坚持这些事情呢，12月会渐渐的明朗化。那你们要有更多的觉知来清楚自己内在的声音，想要讲出什么样子的话，不要被其他人再去左右你们内在的声音了。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天使牌卡哦。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天使有什么样子的讯息要告诉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呢？对，好对应到我们的一开始这一章哦，宝剑一的这种能量哦，它的牌卡在说水晶般清楚的意念。大天使 Michael 说：清楚的知道你想要的，并以坚定不移的信念专注其中。对，你要清楚你自己想要什么，然后不要被我们集体意识绑架走哦。那当然，我们一开始有讲说，有很多新的能量，抽到了宝剑一、钱币一跟我们的权杖一哦。那所以很多新的能量，你要慢慢的汰旧换新，然后你要清楚什么是适合你的，什么样的资讯是对的，你要辨识出这些能量，然后察觉到周围的机会哦。接下来我们再来抽几张牌卡，来看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12月的能量是如何，有什么好消息呢？对，马车在身体或是精神上的一段旅程，真的辛苦你们了。好，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在12月的运势如何？有什么好消息呢？啤酒杯，庆祝、享受、乐趣。的确，12月是一个庆祝的月份哦。OK，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好，婚姻，好，的确还要再坚持下去。你其实离解决这件事情已经很近了哦。那周围是有好运的。我们第一副牌组的朋友，OK，在计划妥当与努力工作之下，保证你会成功。好，那这就是我所有的讯息，希望对第一副牌组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Hello，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好，你们选到的是这张权杖一哦。我们先放到旁边哦，我们直接来看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12月的运势，还有12月会获得到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和好事情呢？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12月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和好事情呢？我们第一张是黑桃 Q， 第二张是我们的红心9，第三张是我们的梅花 J。
第4张是我们的黑桃五，第5张是我们的梅花3。好，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在12月的时候啊，能感觉到你们的行动力是非常旺盛的哦，就是会去有一些可能出外地的机会啊，然后去出差的机会。那有很多事情是迎来一个结束哦。那或者是说，在12月等于说结束了某些你觉得是一些过程，或者是结束了某些跟一些人的一个交流，对，或者是跟小人的这种状态都结束掉了。那在12月的话呢，其实很多事情都会蛮心想事成的达到，周围也有很为你服务的，周遭也有为你服务的朋友，或者是帮助你的朋友在周围哦。比较注意到的是说12月的消息哦，来自于说你们正在筹备明年的一些计划，在12月会比较忙碌。那在身体的状况也要比较注意到自己身体的这个状态。那12月的话，可能会面临说一些语言之间的误会或误解，那导致说有别人会去根据你的说法来去讲你的不是，那这件事情会很快的消弭啦。这是给到部分朋友，因为你周遭还是有很多去忠心或者是很挺你的朋友，你要进行的事情都还蛮顺利的，可以达成。以及说，如果你需要谁为你服务，谁要为你帮忙，你本身可能不大具备这些能力的时候，在12月都会有这样子的人才跳出来为你服务，为你帮忙。然后有一些过往就有的能量会逐渐的离开了，逐渐的离去，它就不会在你现在的周围为你纠缠。有些不适合的能量就慢慢的淡去了。那以及看到12月会有一些会常常在外有一些奔波的这种情形，那也是因为能感觉到你们在为2025年有一些筹备和预备，所以在12月其实是风风火火，然后非常忙碌的这种状态，停不下来的这种时刻吧。接下来呢，我们来看我们第2副牌组的下一副牌卡哦。12月的运势是如何呢？有什么好消息在我们12月会出现呢？有什么好事情？好，宝剑1，钱币6，宝剑8，皇后牌，世界牌。好，第2副牌组的朋友啊，在12月有什么事情会出现呢？就是说，在一开始的感觉哦，在12月的时候，你们是从那种很担心自己钱财的这种财务的状况啊，到后面你会感觉到渐渐安心的这种情形哦。你会感觉到可能在12月，你必须要做很多事情来去让自己的一个工作达到稳定，或者是钱财达到稳定，生活达到稳定这种状态。又或者是说，可能过往的一些事情让你觉得你限制住了，能感觉到你在12月会觉得自己有所受限，但是呢，你凭借着自己的内心的能量，其实是很有条不紊的，一一的去用行动力突破了很多障碍。所以其实到12月末的时候，你们会把之前的就是很多能量会开始转变，然后开始有一些好的事情产生，这些都是因为你之前的努力哦。所以你要相信你的直觉，去为你现在所规划的事情所计划，因为未来这些都是会你做多少就会回报你多少的这种状态。未来的这个状态是直接就看到我们的皇后牌，所以有一些你过往
觉得很担心的事情，会渐渐的洗涤掉这些担忧。你之前可能会觉得说受限的这种能量，直接就是一种断层式的，让你感觉到，原来我可能哪一笔金额突然回笼了，我根本不用担心。可你之前会觉得有一些捉襟见肘的这种状态，或者是说每一笔钱都要小心的花费的这种状态，其实是因为你的努力，或者是说你之前的能量，你之前所给予的善意，你之前所回报宇宙的美好，其实在12月的月中的时候会慢慢的回笼。所以可能在月初的时候，你的确会感觉到还是有点辛苦啊，或者是说有一些停滞的这种层面。它这种能量的转变要到月中的时候，开始让你觉得不一样了。你会觉得说哇，有一些事情很明朗化，然后你可以去享受你的这些美好。那如果在这个月份呢，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都有机会瘦身成功，或者是变漂亮，或者是让别人看见你们的美好哦，或者是说你们的社交会让大家对你们目不转睛，或者是说察觉到你们的优势、你们的美好。所以在12月的时候啊，你们会尽量的让自己的名声，或者是一些美好的状态都可以 promote 出去哦。在12月，你们做的事情是相对比较多的，但是有努力就有回报，请相信哦。其实这个月份的确比较忙碌一点，那成功的果实是需要就是慢慢坚持下去才会看到的，你们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哦，来看我们第2副牌组的朋友12月的运势。12月会有什么好消息、好运呢？好事件，好，权杖8，恋人牌，钱币女王，宝剑7，圣杯7。跟第2副牌组的朋友告诉你们一些讯息哦。好，在12月的时候，第2副牌组的朋友会有很多你计划明年的事情。然后在12月，其实真的很多能量一下子，或者是很多事情一下子的来临哦。那你们会为这好多的事情按部就班的安排好，而且会为它填上很美好的色彩。你们会用你们的聪明才智啊，还有出众的能力，把这些事情一一的达成。那当然也不排除第2副牌组的朋友，就是有飞往海外，或者是要去其他国家这的很多机会哦，有一些要出差的机会，就像我们刚才牌组都有看到。那第2副牌组的朋友呢，也有跟别人合作的机会，情感关系会得以升华的这种状态。就像之前给予的讯息哦，会感觉到你们辛苦的工作最后都会收获到美好的果实。那在12月要特别再注意，可能就是用网络的，就是类似用科技3C 的产品要特别再注意哦。那有些资料要再备份，或者是说要注意，可能电脑或者是科技产品，它有一些可能会损坏的这种情形。对，所以12月要注意自己的档案安排。如果是本身有用电脑啊，或者是网络上面有一些讯息要去给予的时候，可能会出错，或者是会得到一些讯息是不实的，你要再看清楚这些资讯是不是正确的。那有时候会填合约，那这个合约每一行每一个字都要小心谨慎的看清楚，不要受到他们的误导，然后让你就是后面可能又要再重新回顾，然后重新修改。你们这
个事情会是小事啊，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而且后续是可以再修正修改的，只是我们就不想要那个不那么顺利嘛，所以这是提点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在资讯上面、文件上面要再特别再注意。那接下来我们下一张是我们的圣杯七哦，圣杯七在这一张牌卡。圣杯七要告诉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其实在12月太多事情要做了，真的要去规划好怎么样子执行，所以可能会面临说12月有行程上面的冲突哦，你们要再好好看自己的 schedule， 可能会有一些局原本计划好要参与，但是却没有办法参与这种情形，要再去调试它，然后调配它，好好的去看自己12月的行事历。因为你们12月是很忙碌的，有太多事情要做，然后有点分身乏术，然后导致说自己可能会陷入某一个僵局，没办法前往。但是其实你们实质上的确就是很丰盛，对，因为好多人都想找你嘛，或者是说你们其实人缘也很不错，在12月尾的时候就可以渐渐迎来自己的休息了。那你们这些过程，你们都知道为什么自己要开始这么忙碌。那这个能量其实也是很好，可以让你们一直风风火火的迎接那种未来的丰盛。因为目前这个辛苦啊，这些辛劳都是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去执行的哦，你们很明白自己就是要这么做，然后自己就是一定要去承担这些事情。那你们其实完成的都很不错，在未来的时候都会感觉到你们为此感到骄傲，而且感觉到开心的、满足的这种层面哦。接下来我们再来看我们的雷诺曼牌卡。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12月会迎来什么样子的好消息呢？百合花、戒指、星星、信件、熊。好，第二副牌组的朋友，简直好牌都给你们抽到了哦。我们在12月的时候啊，真的是有一堆合约可能要签订啊，一堆合作等着要去完成的。那在12月的时候，其实你们是知道自己目标在哪里，目标非常明确，你们就是要这么去执行的哦。那或者是如果现在有茫然或者是不知道该如何前进下一步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宇宙会安排这个指引在你的内心层面，一定会浮出这个水面，让你知道你下一步要前往哪里哦。那能感觉到啊，如果是在爱情方面的话，爱情会有升温，或者是单身会找到很灵魂契合的对象。对，因为我们百合花配上我们的戒指哦，所以无论是合作啊，或者是你要交往一个新的对象，都会是非常顺利的，然后会让你感觉到心灵丰盛、心灵感觉到满足的这种状态。那你合作的对象呢，他也会是跟你前进同样的目标，然后你们的价值观是相似的，价值观是一致的，也或许这3张牌卡可以说是你遇见灵魂家人哦。那在12月是一种感觉到能得以被扶持的这种状态。那一开始就有感觉到你们很多人来帮助你，所以就是你只要去提出你所需要的，大家都会去来踊跃的帮助你们哦。那有一些好消息也会来到，例如说你等很久的一个文件、信件会在近期回复到你，或者是说你等的很久的一个讯息，或者是一个法院出来的一个案件对你有利的讯息也会回到你身上哦。那
近期你的心情就会开始落实落定了，因为好消息来到嘛，所以你就会更有冲劲，或者是说更有能量的去面对未来的事情。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信件搭配了熊这张牌，也意味着有长官或者是贵人赏识，所以愿意跟你一起合作，共创佳绩，这是一个双赢的状态，所以这对两方都是好的，你们会促成一个很好的合作，能感觉到会有一大笔资金就是进入哦。但是我们回到我们刚才12月的这个状态，也许就是在月中的时候，那个能量洗涤的非常快速，所以你在前期可能会多少会有一种停滞的感觉，或者是说分身乏术的感觉，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会面必须得执行，或者是有些事情怎么样子。那结合我们刚才所给予的提点，就是要比较小心合约的每一字每一句哦。那有讲说有贵人，但是这个贵人你也要去辨别说是不是真实的讯息哦。那有些可能就是他是不是真的是你这个月来的贵人，还是他是有其他隐藏的资讯，并没有全盘的去说出来的，你要去辨别。但是这一次真的是一个好机会，你要可以透过，因为你这个月会遇到很多人，几乎都是好事情、好机会，但是还是要去辨认哦，OK 吗？所以在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就是你们的运气真的很好，但是还是会隐藏一些小危机，来自于说我们刚才讲的合约会有可能错误，那它可能是来自于说另一方的合约是用扣笔的，或者是说他写错了。你要再特别的注意，因为你们在这个月有太多的合作机会，跟别人的一个明年的合约，那不要让自己可能有进退不得的这种状态哦，因为只要是签订合约，就是会有可能彼此的利益去着想嘛，那也许会去绑约、绑年限，或是绑你的时间、绑你的行动，那你都要去看清楚。虽然我们都知道你一定会看清楚，对，这也是一个好机会，所以就是再小心咯，然后再谨慎的去看，或者是请专业的朋友或是专业的人员来为你去审核这一个资料。如果是很郑重的合约的话，你也知道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合作的话，那真的是要郑重的对待它，不要就是省下那一笔钱哦。你的前面所累积的，或者是说你从12月之前所累积的这些努力，在12月开始就要去完成了，要去圆满这整个感受了。所以，好好的去维系这个好的能量，或者是注意到这些情况哦。OK，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大天使牌卡有什么讯息要给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好，净化你的空间，大天使约菲尔，清除堵塞之物，净化在你周围的能量，并运用风水哦。这张牌卡其实是在说，因为有讲说你们12月其实是有点分身乏术，就是有些奔波，有些劳累，那就是要讲说，可能在这种分身乏术的情况底下，你们要如何维系住自己本身的真理，或者是本身的智慧。那有时候判断失误的话，那就很可惜拥有这么好的能量了。所以大天使在这边是要提点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去有机会可以去整理周围的事情的时候，就去整理，帮助自己可以维持在一个很清晰的思维。因为我们在整理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去想其他事情，那也会帮助我们整理我们可能接下来下一个目标。你有很多运势也会开始很顺的进行，所以去净化你
可能公司啊，在房间啊，或者是说家里的家务啊，可能去整理一下，让这个空间的流动呢可以更顺畅，也可以带走一些负面的思维、负面的意念、沉重的能量哦。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张牌卡。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大天使有什么讯息要给到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对，其实就是在12月的时候去做。你这些想法、这些点子都是神圣所引导的，采取这个行动，让你的想法开花结果。那我觉得毋庸置疑，就是一个很大的肯定。你在12月是会很完美的完成你要做的事情，它会是一个世界牌哦，很完整的一个状态。那12月有这么美好的机会即将降临在你们生活周围，所以就好好把握，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鼓励。那它里面所涵盖的危机，刚才也提点了，就是说要特别注意你的想法，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自己想法竟然没注意到，那你当然就会有点难过，会觉得说啊，我怎么因为少填一个零，哇，从10000变1000，举例这样子，对，那就影响很大嘛。所以合约或者是各种判断决策都要有一个好的方式的话，可以借由净化你的空间，让你的思维也可以受到洗涤哦。好，接下来我们来抽取茶叶牌卡。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在12月要注意什么？那有什么好事情显化呢？对，就像我们讲，就是会有很多人注意到你哦，就是会跟你合作，也是因为你人缘很好，能力也很好，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值得跟你合作，很多暗中仰慕你的人。好，我们第二副牌组的朋友。对，你会感觉到幸福哦，甚至有些人会送你花。其实，在12月的时候，你会感觉到蛮兴奋的，所以精力旺盛诶，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当然还有要去谨慎的去看到某些事情某些文件，辨别这个是真心跟你合作的人，还是你自己欺骗你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可以合作。在这12月就是双面刃，要小心，要有一个小心，因为能量太好，就是会要小心。好，因为真的能量太好，你看爱心哦，你们的情感关系真的是直接得到一个升华。在12月可能，虽然分身乏术，但是你的家人、你的情侣、你的伴侣。你的朋友都是很关心你，然后希望你能成功的哦，就是很贴心的照料你。对，那有一些需要克服的障碍，我相信你都是能明白的。好，那这就是我全部的讯息，希望对第二副牌组是有帮助的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选到的是这张力量牌哦。好。那我们先放到旁边。我们现在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12月的运势啊，会有遇到什么好消息、好事件？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12月的运势，好，孩子，方块7哦，梅花 K，梅花8。方块2，梅花 Q。好，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运势很好诶，在牌卡的讯息上面啊，有部分朋友是近期要创业的，对，那会有很多好消息前来，那也有很多贵人来帮忙，或者是说你会得到蛮好、蛮中肯的建议。那这个建议呢是专业的建议，那这是给到部分朋友的讯息。那
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你们近期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计划，或者是新的事情、新的能量进入到你们生活，所以很酷的点是说，不仅仅是有好消息来临，或者是说新的能量、新的人事物进来，那你就不用很担心你在12月份的一些状况，因为你会遇到蛮多来帮助你的人，那或者是说你得到很真正有帮助的讯息哦。那我们这一张是 Data， 就是很专业的人士所给予的讯息，那等于说他可以为你去解决掉你的困扰，或者是说你觉得是个难题，对他而言很简单的这种状态，那你就根本不用担心。那接下来我们讲孩子哦，孩子是我们呵护的这种状态嘛，那部分朋友当然就是有成家立业啊，有最近有备孕的消息，也会很顺利的进行哦。有些朋友近期有怀孕的讯息，对，那这个小孩子的健康也是很顺利的长大的，这个也是部分朋友的讯息。好，那再给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就是12月是一个行动力就是与金钱啊都可以并行的这种能量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在12月可以彰显你的行动力，然后你的钱财也会源源不绝的，这个能量会很顺利的进行到你的生活里面。对，那部分朋友会接受到一个信件哦，这个讯息是有帮助于你的生活的。有些朋友是学业啊会很顺利，或者是有些工作上转职的机会会获得大公司的 offer。然后有部分朋友呢是跟过往的一些会参加同学会啊，或一些聚会，会重新再跟就有的朋友在接触认识的这种机会，会在聊天啊，让你心情感觉到满足。那也有爱情的讯息哦，那爱情的讯息是会遇见一个不错的伴侣，不错的交往对象，你会跟他聊天聊得很契合哦，让你跟他有进展。所以12月是很新的一个能量，感觉上就是很像我们出去玩啊，看的风景都是很崭新的。你会用这种能量去迎接新的生活，或者是说买了新车啊，搬了新家的这种崭新的能量。那的确也有部分朋友在12月是会搬家的，会重新布置自己的家里，然后重新去感受一种新家的感觉，会去感受到买了新的东西，然后去享受这个买东西、购买东西的愉悦感哦。这个心情上面是很满足的，这些感觉都让我觉得是一种很丰盛的状态。所以在12月啊，遇到的人事物都很美满，然后你要得到的答案都也会很顺利的进行哦，都会让你感觉到很轻松的状态。12月是一个你也依然为生活努力，但是是一种很轻盈的状态，没有过多的劳累，然后就可以轻而易举得到的一种满足感，那超棒诶。好，我们接下来再用下一副牌卡来看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12月的运势。12月会有什么好消息呢？钱币5、权杖国王、圣杯骑士、战车牌，还有我们的隐士牌。12月的好消息，过往你可能曾经给到部分朋友，过往你曾经可能跟一个对象就已经划分界限了。那这个讯息可能包含是说有些转职啊，或者就离职的这种层面，或者是说情感对象的离开，那你也顺利的从这个过去啊，或者这种回忆就渐渐的
放下了，你前往的就是一个崭新的路途哦。你会用你的一个很好的情感来去灌溉新的生活。你未来的生活呢，其实是你能前进的状态，你要去的目的都会顺利的达成。它就是一步一步的前进，稳健的、稳妥的，然后被你安排的按部就班的前进哦。而且我能感觉到，宇宙在你的周围总是会安排为你指路的人。这个隐士啊，拿着他的提灯嘛，所以即使你遇见了黑暗，你都不用太过担心哦。所以你们的运气真的是很好诶，就是即使如果你们迷路了，都会有人点名说，哎，这要怎么走？你该如何前进？或者是说当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执行的时候啊，你自己的内心也会有这样子强大的力量，来让你知道走这一条路是对的，所以你能决定你未来的这种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前进哦，那本身的力量就是很大的、很强的，所以这个能量呢，会感觉到你们第三副牌组的牌卡能量都很饱满，然后是一种很健全、健康的这种状态哦，不用很担心你们的未来生活，所以你们已经树立好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一个价值观，不用太过担心你们自己会走偏哦。因为你看哦，我们这副牌卡很特别，怎样说呢？因为我们会看到权杖国王跟我们圣杯骑士是背对背的，然后战车又是直直的往前走，可是隐士牌是对着战车牌的。这个感觉会让我知道说，就是过往的事情，你就让它淡忘掉了。你真正会去追求你情绪价值，或者是你了解到你现在生活之中所需要的，你会照顾到你自己的内在，所以坚定不移的往前走。所以你自己也会自省，拥有自己自身的智慧，明白为什么你要这么做。所以很多的能量是不内耗的，因为你是从内耗的状态，然后脱离出来，成为现在的自己。那一段过程其实是很不容易啊，你也是经历了很久，才淬炼出现在的智慧，然后淬炼出现在为什么要为自己而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是非常为你们肯定这些价值哦，非常好的。那可能过往你有一些情感对象，或者是曾经有很欣赏的人事物，或者是场合啊、场所啊，你也渐渐的放下跟他们的联系了，你重新走出一条自己要走的路，然后让自己未来的生活是充满丰盛的哦，我觉得很好。那接下来我们用下一副牌卡来看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在12月的运势哦，有什么好消息会进入到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生活之中呢？我们第一张是我们的宝剑女王，第二张是我们的圣杯骑士，第三张是太阳牌，第四张是我们的宝剑八，第五张是我们的权杖侍从。好，的确，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很多新的能量，或者是很多光进入到你们的生活之中哦。所以，即使遇到一些困难啊，或者是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会很顺利的照亮这个问题，然后顺利的解决到它哦。那能感觉到你们周围其实有很多人来帮助你们，就是你们
人缘很好，身边周围或者你本身就是具备一种很冷静、理智的状态，同样的又是很为人着想、体贴别人的，然后可能自己也有养宠物啊，狗狗或者是猫咪这样子，很体贴，就是可以很疗愈到其他人的这种个性哦。那跟你们做朋友，真的就是超级有福气耶。你们会给到别人很强烈的情绪价值，然后又可以成为别人的一种指路明灯。你们会去妥善的知道说这件事情该怎么做。但在12月的话呢，很多事情都可以一览无遗，然后让你们知道哦可以怎么做，然后很多困难都无所遁形的被摊开来，所以你们不会对未来恐惧，是因为你们已经知道这些是什么了。那这个太阳的光呢，持续的照亮你们的生活当中，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阴影。你们是用新的态度或是新的能量来去迎接这个生活的哦。那能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很帮忙到你们，那你们自己本身也是充满行动力，很有热情的去用崭新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困难啊，或者是各种的体验。你们不会把困难当作困难，你们是用一种体验的方式来深呼吸，去认识到这个局面，所以它不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就例如说，可能你会遇到可能水逆的时候啊，可能什么原本车子都好好的，骑车的时候可能电动车嘛，Go Go 弱，骑车都好好的，但是呢，它突然那个连线连接的不好，变成要限速的时候，你也没有慌张，你就是体验说，哎，有发生这件事情，那你要怎么去执行？你现在会去想的就是遇见这些小事件，然后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看待它，另外一种眼光看待它，然后心情都不受影响，很厉害。你的心情是不受影响，即使受到一些束缚的时候，你还是用乐观的态度去面对这些事情的。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下一副牌卡哦，用雷诺曼牌卡来看一下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啊，12月的运势，还有十二月会有什么好消息、好事件来临呢？好，社交的 Garden。信件、熊、男人、男性，好，狗狗。在12月的话，你们的社交运是很不错的哦，就是大家都会知道你的名声本来就很彰显，就是你小有名气了。那在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可能在12月的时候会有一个男性贵人来，就是他有赏识你来跟你合作，或者是你会认识到一个权贵，是一个男性的权贵。好，那他会跟你成为一个不错的朋友，或者是你们会发展出友谊哦。那在这样子的12月呢，可能给到部分朋友是在一个社交的聚会认识的，那你们可能会有一些约定啊，或者是彼此交换联络的方式。那里面并没有说马上就可以有合作的这种状态，但是会有一个很不错的互动。那你周围的能量呢，真的是很多人物就是很多人在你周围是可以跟你相处的很融洽的。你周围也有很多值得信任的伙伴，值得信任的朋友。那近期有部分朋友的确就有收到可能一些合约书啊，然后顺利的签订，或者是一些 offer。那如果要转职，或者是你已经在物色新工作的话，也会很顺利的进行哦。好，那在社交的这种状态呢，其实大家都很知道你，能知道你是一个
有能力的人都会知道你的优势在哪里，你的优势会在12月被人家看到，被人家看见。那甚至有部分朋友是能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人，那个影响是说你本身就是别人的贵人这种状态，所以变成是说你去挑选你要合作的人，你真的是一个很知道跟别人的互动要怎么样子去产生美好的界限的这种状态啊，所以你会让人家感觉到如沐春风，所以大家都会很喜欢跟你相处。对，那这就是雷诺曼的讯息哦。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大天使牌卡有什么讯息要给到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好，钟爱的人，大天使夏米尔，我正在用你灵性上的灵魂伴侣关系来协助你。就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能量是很好的。那周围有很多天使来去协助你有关情感的层面。那在这个讯息底下，我能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可能近期会遇见一个新的对象，那这个对象会发展出一些合作关系，或者是新的恋情，那或者是说本身有伴侣的对象，或者是断联的对象，断联的这种关系啊，天使都有在周围来让你这个关系更顺畅，然后更得以升华，你们的一些情感的流动可以很顺利的进行。那灵魂伴侣的关系，其实在灵性上面的角度，那也许是说在12月的话，你会遇到很多跟你同频的灵魂家人，那你会感觉到那种被体贴、被包容的这种氛围，让你感觉到一种升维的这种状态哦。那就是说，你正在跟同频的人相处，所以你不用很担心以前要过于防备一些人事物，来担心说自己会不会遭遇到一些伤害。你现在所遇见的每个人都会是跟你同频的，那或者是说你本身也有提升，所以你也渐渐的去让这种光来洗涤掉你过去曾有的阴暗。那近朱者赤嘛，你也在去让自己的频率渐渐的提升，让你感觉到跟你交往的这些人呢，都会是相同频率的这种状态。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再遇到比较低频的这种能量了。那我们再抽取一张哦，大天使还有什么讯息要告诉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好，富足大天使雅利尔说，当你追随直觉，让你的梦想成真时，你的物质所需都会得到满足。真的是一张非常好的牌哦。第三副牌组的朋友，你们过去所忍耐的事情啊，渐渐的你用崭新的眼光来去看待这些事情了，所以你自己也察觉你自己跟以前真的是大不相同，所忍耐的事情，所障碍的事情，其实渐渐的都不是障碍，所以其实很多内在的丰盈或者是丰盛的感觉，都一一的落实在你的生活周围了。也许你并不觉得它立即的显化到你的生活当中，但是你真的有直觉它正在发生，不是吗？对，过往的一些事情好像渐渐的不那么重要了，你也真的用崭新的眼光、崭新的能量来迎接现在的生活。其实你真的进步很多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茶叶牌卡。我们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呢，在茶叶牌卡有什么讯息给到我们呢？第三副牌组的朋友。好，海豚，财务上的收益来自于你过去所做的事情。凤梨，和解，可能过往有一些事情，其实你也渐渐和解了。那你和解的这种状态呢，也不是说跟你的敌人和解哦，并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更多的是你放下了你过往的一些
阴影层面，然后你跟你自己和解的这种层面哦。好，是时候出去玩耍。对，有感觉到很轻盈的能量哦。好，保持你生活的平衡，天平，回归基本面，鹅毛笔，第三副牌组，灵性发展、开悟、觉察与理解。其实相信你们是一直在提升自己的哦，不然能量不会这么好。就是你们真的是慢慢的理解到过往的一些事情，所以这个课程呢，你们是渐渐通关了，这些力量感是从你们的内心长出花来的，开出了这一朵盛开的花。那灵性的火炬呢，也被你们所发展出来哦。所以灵性的发展、开悟、觉察与理解，在12月的时候，会渐渐的让你们不再惧怕可能未知的事情，因为你们在12月已经做得很不错了哦。那保持生活的平衡，其实你们平衡生活的这种能力也是令人羡慕，因为有察觉到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是能很有智慧的知道说自己在干什么，然后自己能觉知一些事情的，所以灵性能力真的是很不错。那这就是我为第三副牌组所给予的讯息，希望对你们是有帮助的。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